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还是体验服的一个梅尔出装和符文的话，其实看情况吧，这只是体验服，未来会变成什么样，咱也不知道，因为上到正式服肯定会有变化的呀。梅尔的话，它的被动是什么？就是打平 A 啊或者技能命中敌人的时候，头顶上会产生那个印记。印记打满的情况下，如果对方血量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比如说能斩杀的时候，它会自动斩杀。对面升2级了，这种情况下会往后拉一拉。对面的话应该是带着3粒啊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边打出印记以后，那里是有斩杀线的啊。虽然说也是人机，但人机有时候并不比人差，玩人的差，就是你调高一点等级就够了。诶，他的 Q 的命中率我感觉还是没那么容易命中的。这里的话上来上引燃接 Q， 你看就直接可以斩杀了。2技能的话是反弹啊，这里可以感觉到，就是因为反弹的话是根据对方的那个伤害来判定的，前期的话伤害并不是很高。所以2级 Q 优先级会更好一些。2技能的话，它是只能反弹有弹道的，比如说像丢出去的那种，比如说像小法的大招啊这种，或者火男的大招啊，或者说酒桶的大招啊，或一些什么技能。像乌鸦的2技能，它是没法反弹的啊。像乌鸦的1技能，它又可以反弹，但乌鸦的大招它又反弹不了哦。就是有弹道的那种。这里对方不放技能，想反弹给对方。感觉的不怎么耗蓝啊，他的 Q。梅尔的话是那个朗姆的女儿，在故事线里面。真的是3体人。一个 Q， 打一套。Q 1技能感觉就像冰鸟啊，端游的冰鸟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就最后最远爆开的时候才会控制眩晕是吧？还是说它飞过去的时候就有眩晕？这里的话，这位主播他说听不到对面，就是你正常来说，你跟别人对线，只要在视野内的话，是能听到对方音效的。这里的话直接反弹了这个大招，这3体人是真变态啊！2技能一留好就行了。什么叫3体人？因为有一本书就是3体，就是讲未来的，就梅尔这英雄就是超出了现在的认知，你知道吗？所有英雄都感觉就是有种那种断档的感觉，所以在国内，在中国是吧，就会被网友称为3体人，过于超模了。
4级 Q 以后，它那个蓝它消耗还是蛮快的。这里一个 Q 啊，我感觉梅尔偷先攻还是蛮容易偷的，而且连人兵带兵一起打。像梅尔的话是可以走中路当法师，也可以拿来打辅助。他其实操作其实很简单，跟好多英雄比起来，现在出的英雄确实简单好多。这伤害还是蛮高的哦。大招的话是，比如说对你打出印记以后，然后可以利用释放大招，无论他在哪里，比如说他跑了，你都可以直接引爆这个。惨了，这人机真的发呆，突然。像这里为什么他第一件不选择出卢登啊，而是选择出这个班德尔的异象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 Q 啊，每一下都可以是吧？每一下都可以那个叫什么触发这个班德尔的异象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的，虽然说它的那个距离很长，伤害其实也不低呀、伤害你可以看到还是蛮高的。你看这里一套打下去，虽然说对方开了大招啊，毕竟是个半肉，他应该是出了肉装，血量还是蛮高的。好像 Q 技能最多的话是可以叠9层，就9次 Q， 就是触发9次，但好像是要打出被动啊还是什么才能触发他的 Q。这个英雄，说实话，不得不说，王者荣耀竟然抢占了先机，因为他的大招真的跟那个武则天差不多，但武则天是全图大招啊，不能这么说，那个是死歌，他是仿的死歌哈，死歌是全图大招的，他这个怎么都得带个印记，你看没有？带到印记以后，哎呦，跑了。就是你的技能啊，持续伤害打得越多，它那个印记的那个斩杀线就会越来越高。当它的血量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直接会斩杀的。这里他带的是僵尸守卫啊，然后怎么说呢？这里开个2技能，对方没交大，人机没交大，他知道你会有那个技能。
如果再吃一个 Q， 闪现接 Q 吗？没有那么凶。来人了就直接撤，不要中他的陷阱就好了。还有金孙啊，直接把那个大招给规避了，不然说不定还能收掉这个莫甘娜呢。梅尔的强度我感觉没有小火龙那么强了，但他打中路看一下后期吧，我前期我感觉是没那么强的，后期我不知道。对方控制反到他身上去了。对，就是这种可以，比如说对方给关键控制的话，你可以 W 他就可以反控他。哎呦！哎呦，李俊来了，跑不掉了。反了，没了。反杀了一个。那莫甘娜 Q 空了，没，但是女警的那个反弹了。体验服了是吧？打人机还是挺有意思，我感觉。因为体验服你可以玩这种新英雄嘛，那不一样嘛，对吧？这里 EQ， 哇，这后续狗头在这，直接收下3杀。怎么收的？大招！你看没有 ？Q 技能给到以后，队友压血量，直接一个大招就开始收人头了，收尾刀是吧？他这个飞弹呢，怎么说呢？你说他没伤害吗？这伤害不低哦，主要是被动强，我认为被动强还是确实被动强，因为他那个被动可以叠，一个2技能把他大招给盘了，这里的话没大招，有大招的话他死了。像那个印记变成深黄色，就是变得颜色更重了，变了个效果的时候，它那个就是快到斩杀线了。感觉达到后期就是有点变态了这就说实话，这也是传统法师，就是比较那种怎么说呢？前期没那么强势，后期比较更强势一些。这中后期会更强势一些。这里感觉没有太多没有太多结果。用 Q 去消耗对方就可以了。不是啊，这么搞的话，这2个英雄就像小火龙跟这个英雄做出来，你只要没有 AOE 伤害，不是，只要他不削这个 AOE 伤害哈，
那他喵的手短的英雄哪顶得住啊？我靠！比如说对方有3个，就是自己家有3个手短的，对方就那种 AOE 伤害拉满的，手又长，我的天！而且我感觉这个梅尔的斩杀线特别高，我严重怀疑梅尔应该会直接搬上来用，然后但是就是怎么说呢，肯定下不来班位那种。你看还是移动施法，等于就是他的 Q 你放了，他走就行了。就比如说他 Q 出去以后，你往后走，他不影响，就完全不会说啊说哎呀我要因为施法然后有个后摇什么的。这对我现在才发现这个问题那这个影响就很大来了，一个 Q， 哇，这走过来都，这莫甘娜不 Q 啊！有时候你真的就是往前走啊，故意去骗他那个技能。我看后期的话 ，CD 快一些，他那个 Q 可以不停的，我发现。啊，对面不大招，必须得交闪了。人机也变聪明了。啊，确实，他的 E 技能就是，比如说你要丢出去以后，他要就是到那个爆炸点才会造成一个眩晕了，所以你要控制好这个距离。这伤害收这个什么，这个收割能力太强了呀！只要印记打出来，大招收就是抢人头就行了，抢1到2个，这局基本上就稳的拿下了呀。还做法爆球吗？哦，做了，还是做了法爆球的，不然没有后续收割没那么强输出。哇，这里我操，我去，哎，没有晕到，可惜。也直接刚刚无解式连招是吧？就反正就是 EQ QE， 有技能就丢就行了。你说他难在哪里？没有难的地方，我感觉只要保证不是被对面切到就行了。要是劫的话，我靠，给个大招，然后想3段 Q 开个 W， 然后3段 Q 等于废了呀。再开个金身，哎，没死掉啊！哦，上来直接爆一下，哦，斩杀线好高啊！加上那个法爆球，这感觉1/3血就可以开始收割了。我感觉这个也得学。好，这几个英雄怎么可能现在抬上来的？说是我感觉他是不是不行了？手游，哎呀，不行了就搞一些新英雄抬上来，说强行抬是吧？到时候联盟手游就是端游的那个英雄他就不出了啊，专门出新英雄是吧？手游搞手游的是吧？哎 ，Q1 啊，结束。好，那第一局就到这。第2局的话是打到一半，好像是服务器崩溃了。反正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学习一下就行了。如果说大部分还是看正式服出来以后，大家再去看真正的推荐出装啊。